花香洒落在每一个街角，才发现原来是你的味道。我的心砰砰的小鹿乱跳，我听见爱情的讯号，看着你露出害羞的微笑，我的世界就变得很美妙。因为你每一天都不单调，永远忘不掉。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最后，告诉你有你就足够。我会在你的身边，等待着你的发现，穿过这重重无意的人世间，说不出再见。我会在你的身边，无论是什么季节，无论是黑夜白天，你的可爱都会多一点。疼了？皮开肉绽的能不疼吗？听说你在那边医院换药的时候，你可一声都没吭。还不是因为你总跟我说你不怕疼，怎么样的？而且你看，你爸那肌肉，那胳膊，那……再说了，我身为你男朋友，可不得一直忍着。可是无药缝针真的很疼啊，就算你喊出来，大家也不会笑话你的。那不行，他们都知道我是你男朋友。再说，我得为了洪班长的名誉而战。哎，疼！我轻点。贴好了，不疼了吧？嗯。这2天你要早点休息，这样才有助于伤口愈合。乖，我走了。其实我也没那么累。你干什么？你猜？可是你现在后背还有伤呢。有萤火虫的河边，风吹过肩靠肩，我碰着你的脸，就没有一个世界，不管乌云多黑的天，听你说过的岁月，温暖的屋檐，这是我们的起点，照亮了心间。我会陪在你身边，拥抱着我们的瞬间。我知道前方很艰辛，就算会冷眼也没关系，我全都明白你心意，爱越来越清晰。小子，我一会儿再收拾你。红星星，红星星，红星星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润氏从来没有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情。所谓的假药风波，那是被人陷害所致。从这些官方给出的案件档案，都是魏兰到国外亲自找的。这些，你总会相信了吧？哼。
那一箱子现金也不是什么汇金，而是捐给当地学校的捐款。我自己的名声怎么样无所谓，但是我的公司没问题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两个孩子呢，现在误会也已经解除了。当然了，洪先生您负伤退役，这件事呢，我们魏家确实有所亏欠。我想听的不是这些，我生气的也不是这些，我是气你的儿子。我宝贝女儿20-30年，多单纯，多听话的孩子。现在呢，被你儿子拐走了，夜不归宿，夜不归宿。爸，我都是成年人了，我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。而且我就夜不归宿了1次，那你也不至于过来兴师问罪吧？哎，这老雷说的没错。我这20-30年养了个大白菜。哎，打住吧，我可不是什么大白菜啊，魏兰也不是猪啊，我俩是两情相悦。老雷说的对啊，女儿长大了，这胳膊肘子老往外拐呀。未来，洪叔叔，您放心，我早就认定星星是我最爱的人了，我一定会娶她的。当然，还是要看您同不同意把她交给我。哎，戳什么戳呀？哦，现在开始卖萌了？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我还能不同意吗？谢谢爸，谢谢爸。我爱你，爸爸。这声爸叫的溜啊，比叫我的时候亲多了。好了，这过不了多久啊，咱们呢就是亲家了。来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快送医院，快！什么时候的事？从查出来到现在1年半了。1年半。所以，这也是他引入 QW1 的原因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竟然还在跟他吵架。这要不是我非要尝试结构制药法来降低成本，而耽误了 QW1 的临床试验，是我害了他。你不要自责，你爸爸之所以坚持不要告诉你，他是怕他的病情会对你造成压力。他处处在为我着想，可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在骗我，我还一直在和他吵架。他一定对我很失望吧？不，他从来没对你失望过。他曾经对我说过，他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情，不是亲手创办了润氏，
也不是推进了 QW1 新药品的研发进度，而是有你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。这是他一生中唯一骄傲的。医生有没有说过，他还剩多少时间？他的癌细胞从肺部已经扩散到了肝部，3期。哎，董事长，爸，爸，蔚然，康叔都对你们说了。爸，我会尽快把 QW1 投入临床。您的病一定会有转机的。我开始引进 QW1有2个目的，一呢是自救，第二，我就想把你弄回来，带在我身边，让我好好看着你，结伴，成家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我想这2个里头有一个成了，我就很高兴。爸，2个都能成。我的病我自己清楚，蔚兰，你和周依林一定要把药做好，推广，能救治更多像我一样的病人，那也是功德无限了。爸，你现在就不要再计划什么将来了，我们就看眼前，好吗？好，好。对了，眼前还有一件事，关于那家大麻企业旺达集团，以前对 QW1 虎视眈眈，前一段是消停了，但现在药品开发已经接近尾声，我怕他们会有所动作。哎呀，我这把老骨头不能替你们分忧了。来，为了安坐。未来，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尽己所能保住 QW1。万一要保不住了，也别争了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啊，闺女，回来了。爸，哎，你看看谁来了？哟，现在就把人往家里带了。
爸，你先把菜刀放下呗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哎，你爸怎么样？还在做检查，一切还算稳定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这玩意儿什么东西啊？爸，您看这个眼熟吗？这不是那个互助会免费送的吗？哦，这都是你安排的呀！你小子真行啊！你是不是早就看上我们家星星了？还搞了一场这么大的戏，把这个东西免费送给我，用心良苦。爸，这次啊，蔚蓝还特地找专家给您重新调试了一下，现在比以前更灵活、更快了。太好了，女婿，进来吧。站那儿干嘛？进来呀！叫我吗？我当然是叫你了。你不是说那玩意儿升级了，什么调试过了？你得教我怎么用啊！来呀，进来，来。走。爸，来了。以上是我方对于去年11月在边境的分公司 AK 工厂发生冲突事件所做的声明。如若还有媒体对我们进行黑白颠倒、恶意诽谤，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，维护我们的个人权益。魏总，快等一下！魏总，还有几个问题，很快的。QW1 的研发已接近尾声，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现在连高松也被抓了，只好交给你来做。想想你的女儿。这次行动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拜托了。看起来事情都告一段落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有点担心。啊，你别吃了，你有心事就吃，你都胖了。有吗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今儿有点腻。你没事吧？快喝点水。快！你这先拿着，先拿回家测，按照上面那个步骤测试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你可千万不能被你爸发现了，不然少不了一场血雨腥风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你忘了，上一次你跟我说他冲到蔚蓝家兴师问罪，现在他好不容易接受了，那岂不得再来一次呀？哦，哎，那你说这件事儿我要不要跟蔚蓝说呀？你先测看结果，如果没有，那就是虚惊一场，不用说了。万一有了，你就把这个小票拿到他面前，男人，你要对我负责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咻把民政局给你俩搬过来，你俩立马结婚，原地领证，你就可以回家安心养胎，生个大胖小子，姑娘也可以。不过有件事是必须的，我要当干妈。嘿，你想什么呢？还早着呢。等你好消息啊。哎，聆听这2天是不是要回去上学了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还没想好呢。但是我想让他留下来。
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我们异国2年，每天有12个小时的时差，上万公里的距离，也许谈着谈着感觉就不对了，也许他会遇到别的人，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了，我没信心去面对。我觉得你还是把他约出来聊一聊吧。美希，你这么晚约我出来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没什么。林听啊。你吃完了吗？吃完我去买单。早约。喂，欣姐。林听，我有个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，有空吗？好吧，你说吧。通常来说，一个男人得知自己的女朋友意外怀孕了，他会什么反应啊？意外怀孕？你说的他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也没有多久，就几个月吧。我想问你，从男性的角度来说，他们是觉得自己要当爸爸了很开心，还是说觉得责任重大想逃避啊？喂，林听，你在听吗？我明白了，欣欣姐，我想他会负责的。谢谢你。谢我干嘛？明白什么了？唉，还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测啊。美希，美希，美希啊，干嘛？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叫美希美希的呢？我在看韩剧，他们上面在喊都敏俊熙。孙美希，孙美希，孙美希，孙美希。喂，孙，你干嘛？这么晚都吵到邻居了。我决定了，我不走了。我想留下来陪着你。
我已经办理休学了，继续在润市工作。学业上的事情也已经跟父母商量过了，您不用担心。我答应过你的事情都会实现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退学？你不读书了？就一张毕业证嘛。你可别犯傻啊！你丢掉的是你自己的前途。以我的能力，以后咱们一家3口绝不是问题。啊？3口？孩子呀。孩子？你就不用瞒着我了。我虽然年纪还小，但我绝对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。这个小票不是我的。来，我们来复盘一下你明天的求婚流程。早上8点半，你会准时出现在红星星的家门口，西装革履，霸气十足。红星星穿着你送给她的礼服，眼光四射，温柔娇羞。我来接你了，我的公主。走吧，宝贝。怎么感觉哪不对劲儿啊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然后你会开着一辆车，带着红星星驰骋在一条一望无际的公路上。你们会经过那些代表你们美好回忆的地点：医院门口、骨科理疗室、私人病房。为什么都是医院啊？最后，你们会来到一家游乐园。你斥巨资包下整个游乐场。包下游乐园这种事情会不会太普通了？星星可不是普通的女孩。要怎么着，魏总？要不给您换一个野外训练基地？这个好。求婚？你在泥里头摸爬滚打一整天，你怎么进行你的唯美求婚？那还是游乐园吧。如果他涉世未深，你就带他阅尽繁华；如果他历经沧桑，你就带他坐旋转木马。当他从木马上下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不见了你的身影，他开始四处搜寻你的身影，大声地呼喊着你的名字：兰兰，兰兰，你在哪里？然后你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，悄悄捂住他的双眼，低声道：嫁给我吧。完美。停。这一段有2个漏洞：一，比起旋转木马，星星她更喜欢坐过山车。坐完过山车，你可就吐了。第二，如果我从背后捂住她的眼睛的话，他很有可能跟你来一个火箭栓。再想想，再想想。你在想什么啊？后天我就要走了，你为什么不留我？你还要完成学业啊？我知道，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等那句话。什么？不要走。你说了我就不走。今天，当我看到小票的时候，我很意外，也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终于有理由能让我留下来了。虽然退学，这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，但谁想要一个完全正确的人生啊？那也太无聊了。
你就一点都不想让我留下？想，我好想你留下来，可是我不能让你留下来。我想过了，现阶段你的学业比我们的爱情更重要。你还小，每一个人生的岔口的选择，都通向不同的未来。我想要有你的未来。我也希望你的未来有我，但是我也希望你有更光明的前途。我毕竟大你几岁，必须要帮你做出正确的决定。你该回去。我知道了。你不要着急，我会等你回来的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你会找到合适的工作，理想的生活，还有你。洪叔叔，我来接星星去约会。进来吧。星星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爸！办婚礼正式迎娶我女儿之前，别想进我洪家的门。不是，爸。爸。这儿就是婚礼现场，Roseland 的奢华酒店。它的整个建筑风格呢是古罗马风格，在礼堂的周围围绕着12根浮雕柱。过。这是迎亲车队，我打算用3辆幻影来开道。过。这是婚宴菜单。过。那好，我就按照计划去安排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说过的意思是不行。不行？啊。这已经是我绞尽脑汁想出最高配置了。你说你还想要什么？哪怕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也摘下来给你这个地上的星星。真是太浪漫了。男人真是太麻烦了。啊？我就想要个简简单单的婚礼，就随便找个地方，找几个亲朋好友过来观礼就够了。就这样啊？哦，地点就公园旁边那个草坪就不错。草坪？星星，你要想清楚啊，这个是一生一次的大事，而且你不想要一个梦幻的、奢侈的、每个女孩童年梦想中的婚礼。我没有那种梦想啊。星星啊，就是
啊，我记得，就是在结婚以前不能有任何身体接触。那就听我的吧。听他的。听他的。我的梦想。现在情况有变，你会在7天之内收到新计划的通知，注意查收。明白。现在警方的注意力不在你的身上，正是有利时机。都是因为你歇了这么久，魏兰才会如此逍遥。不过我想，她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。你说呢？催眠师。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都在医院，我没有机会回到公司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明白对我有二心会是什么结果。对不起，我会尽力的。目光望着你背影的方向，看着你心忍不住遐想，看着你傻傻笑的模样，总多着一份倔强。不曾料想你似这般的逞强，四言两语掩饰过悲伤。何时能卸下所有伪装，不在桌上遗忘，不会再这样。你陪我走